一只公鸭正把母鸡按在地上疯狂的摩擦。大爷见状，顿时火冒三丈，端起一盆凉水就泼了过去。被淋湿的鸭子还没来得及清醒，大爷反手就将它拎了起来。因为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大爷对着公鸭一顿敲打，警告它不要乱搞，不然自己连鸡蛋都吃不上了。可倔强的公鸭并不死心，转身就去追自己心爱的小母鸡了。他对母鸡的爱简直可以用疯狂来形容，只要看见对方就立马将母鸡扑倒在地上摩擦，一天至少要蹂躏4、5个小时。由于公鸭整日死缠烂打，无助的母鸡早就放弃了抵抗。家里的老婆他不爱，却偏偏喜欢上了一只鸡。大爷对此也是百思不得其解。家中的母鸭最近因为这件事也是伤透了心，可即便如此，她还是深爱着自己的丈夫，但真心却换不来真心。公鸭看见母鸭一副脏兮兮的模样，脸上充满了嫌弃，她甚至都不想多看对方一眼。为了帮母鸭追回丈夫，女主人端来一盆热水想帮她清洗干净，可没想到公鸭却跑过来抢先一步洗了起来。这家伙把自己整理得干干净净，转身就跑去和母鸡约会，完全不顾家里妻子的感受。为了躲避公鸭的骚扰，母鸡早早就藏了起来，可最终还是被他给发现了。看见公鸭的母鸡就像见了鬼一样，马上开始四处逃窜。公鸭别的不行，唯独就是耐力好，无论它怎么跑都甩不掉身后的公鸭。最终母鸡又被按在了地上。不过这一幕却恰巧被一旁的公鸡看到，眼看自己的老婆被鸭欺负，愤怒的公鸡毛都立了起来，他冲上前准备讨个说法，可看见公鸭强壮的身体后，他愣是不敢上前阻止，只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绿。大爷说之前公鸡是有上前阻止的，但被公鸭狠狠揍了几次后，就再也不敢和对方打架了。从那以后，公鸭就开始肆无忌惮地欺负母鸡，也就是从那时起，母鸡就再也不下蛋。大爷眼看再这样下去就没有鸡蛋吃了，于是找来一位兽医专家帮忙。专家在了解因果后给出了建议，他让大爷给建造一个单独的空间，随后将母鸭清洗干净，然后将它们关在一起，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能让它们重新建立起感情。虽然关在了一起，但公鸭的心思却时刻都在母鸡身上，眼睛每天都盯着母鸡看。面对妻子的挽留，公鸭却选择一再逃避。虽然每天都同吃同住，但公鸭一有机会就会对着铁栏外的母鸡发呆。最后大爷也放弃了自己吃蛋的念头，他决定成全公鸭和母鸡，看看他们会不会生出一窝混蛋。然而不正经的鸭子并非只有这一只，这只疯狂的鸭子竟然爱上了一只狗，每天跟着狗狗后面死缠烂打。痴情的爱让他变得很卑微，尽管狗子从来没给过他好脸色，但他却始终不肯放弃，似乎只要能和对方待在一起，他就心满意足了。面对鸭子疯狂的追求，狗狗也是有苦说不出，毕竟生活在同一个家里，抬头不见低头见，自己又不好和对方翻脸，只能想办法甩开他。然而此时的鸭子已经被爱情冲昏了头脑，无论追求的路上多么艰辛，他都相信自己会赢得狗子的青睐。就这样，厚脸皮的鸭子追求了狗子整整1年的时间。不过身为3个狗仔的单亲妈妈，她现在只想照顾好自己的宝宝，而公鸭却并不这么想，她甚至钻进狗窝，想要和对方一起照顾小狗宝。面对这种无理的要求，狗妈妈再也忍无可忍，她直接出手教训了对方，警告他离孩子们远一点。可即使被打得头破血流，他依然对狗狗痴心不改，这可把主人愁坏了。他劝狗狗给对方一个机会，可爱情这种事又怎么能勉强呢？主人担心鸭子再这样下去，迟早会被狗狗提前送走。但这家伙是个死脑筋，哪怕是遍体鳞伤，他依旧没有放弃对狗狗的追求。主人看了有些心疼，于是便将他和其他的鸭子关在了一起，想让他在同类中找个女朋友。但公鸭的心里只有狗狗，面对自己的同类，他是一点兴趣也没有，一心只想和对方生个狗蛋。看见心仪的狗狗出现后，公鸭瞬间急得团团打转，马上振翅一飞跳出了围栏。由于鸭子长时间跟在狗狗身边，导致它的脚底磨损严重，为此主人特意给它定制了一双时髦的帆布鞋。看到公鸭对自己付出了这么多，狗狗也深受感动，最后它终于接受了鸭子的求爱，从此每天形影不离，成为了一对神仙眷侣。不过大家觉得他们会不会生出一颗狗蛋呢？这是一只刚刚破壳的鸟蛋，几天前小哥在野外发现了它，当时鸟妈妈外出很久都没有回来，很明显是抛弃了它。出于好心，于是小哥便将这颗鸟蛋带了回来。由于没有母亲的帮助，小哥只好用镊子一点点帮小家伙摆脱蛋壳的束缚。在小哥的努力下，这只幼鸟终于成功孵化了出来。孵化后的鸟宝宝身体蜷缩在一起，但此时他并不清楚这只幼鸟是什么种类。2星期后，幼鸟已经褪去了一身的稚嫩，并且长满了白色的绒毛，它的体重也比之前增加了5倍。小哥经过查找资料，确定它是一只老鹰，因为猛禽类的动物都是以生肉为食。现在小鹰自己无法主动进食，它只能张开嘴等着投喂。小哥夹起一块生肉放进小鹰嘴里，这个阶段的幼鸟需要摄取大量的营养。在小哥的精心照料下，鹰宝宝成长得很快，现在它需要一个更大的巢穴了。小哥去外面砍下一些坚硬的树枝，并将这些树枝铺放在巢穴上，这有点类似于野外筑巢。
这种不均匀的巢穴可以帮助鹰宝宝训练身体的平衡。这时小鹰身上已经长出了一部分棕色的羽毛，并且也有了2只尖锐的利爪。40天后，这只鹰宝宝外观有了巨大改变，现在它更喜欢待在岩石上，除了羽毛之外，它的爪子和喙也变得更加锋利，这些将会成为它将来狩猎的重要武器。然而现在它还没有学会飞行，只能像走地鸡一样蹦来蹦去。3个月之后，它的羽毛完全变成了棕色，并且翼展也达到了1米的长度。现在它开始挥舞翅膀练习飞行。由于缺少母亲的教导，小鹰在尝试了很多次之后都飞不起来。于是小哥带它来到野外，想让它观察同类，进而掌握飞行技术。刚开始这家伙还是学得很认真，但没多久他就跑到小哥面前摆弄起了鞋带。按理说这么大的老鹰早就会飞了，可奈何这家伙就是飞不起来，每次都像个走地鸡一样跳来跳去。小哥对此也是非常头疼。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小哥每天都帮助他一起训练。不久后，老鹰终于学会了飞行，但现在他对平衡的掌握还不熟练，只能在低空进行短暂的飞行。2周后，小鹰已经做好了准备。当他挥舞翅膀飞向高空的那一刻，小哥眼里充满了欣慰和激动。现在是他回归大自然的时候了。不过这也意味着他们短暂的缘分即将结束。看见自己亲手养大的老鹰能翱翔天际后，小哥终于放心了。他的离开或许是最好的选择。这只企鹅为了报恩，连续10年漂洋过海，每年往返8000公里海域，只为见一位老人。国际多家媒体授予他世界上最懂得感恩企鹅的称号。这是发生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一个真实的故事。2011年，生活在岛上的老人在当地海滩的岩石上发现了一只奄奄一息的小企鹅。当时它浑身沾满了黑色的石油，整个身体几乎无法动弹。见小家伙可怜，于是善良的老人便将它带回了家中救治。由于企鹅身上沾裹的石油很难被清理，因此老人每回都小心翼翼地处理着。而这只企鹅似乎也知道老人的善意，它表现得十分配合。最终，老人花了1个星期的时间才将它身上的石油全部清理干净，小企鹅也恢复了最初可爱的模样。老人为它取了个好听的名字丁丁。这个期间，他每天坚持出海打鱼，接着把捉到的鱼儿再喂给丁丁。在他悉心的照顾下，小企鹅很快恢复了行走的自由。这时，老人意识到该是他离开的时候，老人将丁丁带到了海边，示意他可以回家了。然而，面对期盼已久的海洋，丁丁却并没有选择离开。傍晚时分，他再次出现在了后院中。老人抱起丁丁，心里满是惊讶与感动。就这样，他又在爷爷身边待了11个月。在长期的相处中，他们之间也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直到第2年，丁丁换上了新的羽毛。某一天，他突然走向海边，接着消失在了海平面上。丁丁走后的那段时间里，老人时不时就去海边看看。没了丁丁的陪伴，他突然感觉到一种莫名的孤独。本以为这段缘分会就此结束，可让老人意外的是，第2年小企鹅又回来了。他们激动地相拥在一起。然而谁也没想到，这竟是一段奇妙缘分的开始。几个月后，丁丁再次悄无声息地离开了。从那以后，这种情况每年都会发生。原来，这种黑白分明的小企鹅是一只麦哲伦企鹅。它的栖息地远在8000公里外的阿根廷南部地区，每年它都会去到企鹅的聚集地进行繁殖，然后朝着相反的方向漂洋过海来到这座小岛看望爷爷。一路上，他需要躲避天敌，克服海上的种种困难。在陪伴老人短暂的几个月后，他便再次踏上遥远的旅途。就这样，从2012年至今，他从未失约过。老人说，他早已将这只企鹅当成了自己的孩子，而对于丁丁来说，他也只亲近爷爷，任何人想要摸他都不行。每年丁丁回来的时候，都是老人最开心的时光。当丁丁离开时，老人也会亲自将他送到海边，然后目送他慢慢离去。即使分别多次，他们总能最终相聚，即便相隔千里，也无法阻挡他们对彼此的思念。小企鹅把大部分的时间都花在了路上，却依旧年复一年的来看望老人。人们常说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他们之间又何尝不是如此呢？